nova 14 Ultra 和小米15S Pro 呢已经出来了很长一段时间了。当然，当时首发给大家开了个箱啊，说是会给大家带来深度测评。但是后来呢，测了华为的 P280 Pro 和 Ultra，再加上学期末之前比较忙，所以就搁置了。那么今天我们还是以聊天的形式再来聊一聊这两款产品。这两台手机我都断断续续的用了比较长的时间啊，系统版本也更新好几个了。15S Pro 出去旅游的时候都是带着出去作为主力机的，所以他们的表现我还是比较了解的。今天我们就分享给大家。两个产品我们还是单独来聊，偶尔呢会有少量的对比，不拉踩啊，争取让大家了解他们的真实体验。当然，对您有帮助的话，我还是求一个3连和关注。这两台手机说实话啊，从买来到现在，跳水跳的我都亏麻了，大家赶紧3连关注，给我回血吧。我们先来说 nova 14 Ultra，那从外观上来说呢，其实它相较于上一代来讲啊，变化不是特别的大。后背的话也是采用玻璃材质的，然后它会有一些横竖向的这样的一些纹理，这个纹理实际上我看起来啊，就是比较像编织袋。然后模组的话也是这种双层的凸起，真正的镜头实际上在内部的圆环当中。然后上下的话分布了2个闪光灯，侧面的话也有一些钉纹。整体上的外观呢，我觉得说不上多好看啊，一般吧。但是华为来讲呢，它的辨识度还是可以的啊。另外的话就是它的这个边框啊，争议比较大。我之前说塑料边框的很多同学啊说这个是复合材料，但是没有断点你这个金属边框它不科学呀。然后后来我看荣耀发布会的时候啊，发现它发布会上说了这款产品啊，大家可以来看一看，荣耀发布会上说的是塑胶。那作为荣耀来讲呢，虽然分家了，但是我觉得它总不会黑华为吧。整体的质感还是可以的啊，就是没有那种特别明显的塑料感。机身是4曲面啊，非常的圆润，手感是比较好的，而且也比较轻薄啊。我们握持的时候也不挡手指啊，即便是这只手来握，实际上也还可以接受。屏幕的话，6.81英寸啊，4曲面的一个机身，它整体是非常圆润的，然后也是采用了大耳角的一个设计，屏幕分辨率是 1.5K 啊，8T LTPO 的这样一个屏幕。然后的话，它支持华为最新的这个3分区自适应刷新率的技术啊，就比如说你在刷视频的时候，它视频区域和下面的这个评论区的区域，它可以做到就是刷新率是不一样的，对于省电来说还是比较有用的。侧看的偏色控制也比较好，然后户外的亮度啊也还是比较高的，激发可以到1300尼特左右，户外大部分时间都比较亮啊，这个整体表现实际上是比它的旗舰 P280 Pro 要更强的。当然，如果你在强光之下使用呢，热了之后还是降亮度啊，就是现在手机都这样。总体来看 ，nova 14 Ultra 的这块屏幕还是一个旗舰水准，尤其是它的显示素质是非常好的。然后我们再来说大家最关心的影像，那这次呢，实际上华为它配备了150万像素的魂风摄像头，可变光圈 RYB， 然后也支持长焦了啊，3.7倍的长焦也给你了。那从颜色还原上来说，比之前的 nova 强了不止一个档次。多数情况之下，它的色彩还原会比 15S Pro 啊要强啊。给大家放几张样张对比。总体来讲 ，nova 的色彩还原是更好的啊。如果我们以之前的 nova 来评判的话，那它整体的一个色彩表现、色彩还原比之前强了很多。当然它还是会有一些阉割的啊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认真的对比过啊，它相较于大哥 Mate 70来说，偶尔还是会出现偏红，色彩的准确性不如 Mate 70。然后这次的 nova 它除了提升色彩表现之外，解析力也非常的强，主摄的表现非常厉害，跟15S Pro 对比下啊，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表现是明显优于15S Pro 的，而且它采用的应该是 Mate 70 Pro 的算法啊，锐化不算是特别的重，然后长焦的话在5倍以内，它的解析力表现也不输小米。当然它毕竟是个小底的3.7倍啊，所以说远摄还是不行啊，10倍的表现它就明显比不过小米了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它这次采用了2个焦段的双焦段闪光灯，暗光之下拍人像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它开启长焦闪光之后，人像表现会更好。然后整体的录像也是有进步的，色彩、画质表现都很好啊，尤其是色彩不会像是以前偏的很严重，然后或者是很寡淡。解析力表现呢也还 OK。还有一个点就是这次的前置镜头，那像华为它用上了目前底最大的一个前置啊，可以看到拍摄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啊。我变焦2倍的时候，甚至于它连我的黑头都拍出来了。所以说它这个前置变焦以前我不太理解啊，后来我媳妇儿用了之后，她说，哎啊，确实对于化妆是有帮助的。那这个点可能对于女生是有吸引力的
啊。那然后它前置底这么大呢，肯定录像啊也不弱啊。这个是暗光之下60帧的表现，大家可以看一看，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。当然啊，注意它30帧的表现有点幽默啊，整体拍出来画质会偏绿，然后油光满面的，就是这颗前置推荐大家还是尽量用60帧啊。那当然它的这套影像系统有什么问题呢？第一个就是它这次3.7倍长焦是不支持长焦微距的，它拍微距只能用超广角。那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刚刚我们讲了啊，它的解析力非常的强，对吧？但是由于它采用的是麒麟8020，GPU 是不太行的，所以说它拍完照之后运算的时间太久了，比 Pira Mate 的运算时间要长非常多。拍完照片你放大之后，很多时候你甚至不知道它究竟运算完成了没有，然后偶尔也会出现掉算法的情况。掉算法之后，它的解析力表现就直接摆烂了。然后 GPU 不行带来的第3个问题就是录像。刚刚我们讲了，它整体的录像的色彩、画质表现比之前强很多，但是录像的体验其实它受到 GPU 影响很大。当我们点击开始录像之后，可以看到它整体的预览框非常的卡，就是很正常的一个温度啊，不是在太阳下面不热，但是就是非常的卡，根本没有录像的冲动。然后实际的录像成片呢，也需要去根据你室外的气温，如果说室外的温度比较高的话，它还是会有明显的一个降帧率的情况。另外的话就是夜晚的录像也不太行。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它的充电和续航。那我实测呢，45分钟左右啊，可以从1%充到前台100%，这个速度说实话不算快。续航来说，它的电池容量是5500毫安时，但是优化的确实不错。麒麟8020它的整体构架跟9020是相同的，也有自研的小核，所以说我日常使用下来的话啊，8个多小时的综合续航是有的。如果你纯 WiFi 不打游戏的话，甚至于9个多小时啊都是可以的。对于一个5500毫安时电池容量的手机来说，华子的优化确实牛逼了。然后发热控制啊，日常使用的话，它基本可以做到跟9020的一个水平。那我们再来说一个大家意想不到的点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打游戏。那当然8020刚刚我们讲了 GPU 不好，对吧？你肯定原神新铁你就不要去想了啊，体验肯定是不好的。但是我这段时间我打王者的体验来讲，它已经非常接近8跟3了，就是包括它的流畅度、帧率的稳定性、温度控制等等。当然注意，它最高画质只可以开到高清120帧啊，就是在高清120帧的时候，它跟8跟3是差不多的，它不能极致画质加120帧同开。然后正常我去打几个小时团战的时候，可能偶尔会掉几帧啊，但是不会有明显的特别卡的感觉啊，就正常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另外，它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温度控制，它比 Mate 70 Pro、P280 Pro、P280 Ultra， 因为这几台机器我前段时间才测的，它的温度控制表现是比前面这3台手机更好的，温度更低、更舒适，并且我也没有发现它降画质的情况。然后英雄死亡之后，它也不会降到60帧来省电啊，整体的体验不割裂。那我负责任的讲呢，它是华为目前打王者最舒适的机器啊。另外呢，它应该也有类似于旁路充电的功能，就是我充电去玩的时候，它的温度也不算很高。系统来讲，总体来说非常的流畅。鸿蒙5.1相较于9系处理器呢，它砍掉了一些模糊的一些动画。但是鸿蒙5.1呢，我们之前讲过啊，它整体的这个滑动阻尼做的是不太好的。然后软件适配来说呢，有进步啊，尤其是微信的最新版本，实际上它跟安卓版和 iOS 版的微信啊功能已经非常接近了啊，像什么朋友圈换封面啊、表情包的搜索都是可以了。当然问题也有是吧？那前面我们讲过，抖音团购依旧没有啊，扫一扫依旧没有。B 站点击消息的时候啊，很多消息还是不能跳转，也没有进度条，所以说日常使用来讲，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问题。但是啊，应该是昨天吧，应该是华为可以去售后回推系统了，这个来讲，我觉得是华为一个无奈的选择。可以回推系统这个点，对于第三方开发者来讲啊，还有就是首发的一些用户来讲啊，打击还是挺大的啊。新系统确实很难推。不过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，软件问题它就解决了啊。如果说大家买的实在有问题，你可以去售后，去进行回退。那其他配置方面呢，除了侧边指纹和 Z 轴马达之外，这次 Nova 14 Ultra 是非常有诚意了。给了你红枫，对吧？最大底的前置 IP68、IP69 的防水 ，WiFi 7+，还支持星闪，5500尼特的峰值亮度啊。刚刚我们讲了，激发它也能达到1300，分区自适应刷新率，卫星通讯直接给齐了，北斗和天通通话都给了你。你要注意 ，P80 Pro 都没有这个待遇啊。对比下来 ，P80 标准版的那简直就是小丑
这台机器呢可以看出来，华为为了推广纯血鸿蒙啊，确实在配置方面下放的很到位啊，可以说是目前华子当中性价比最高的机器了啊，而且跳水也很快，卖4000多5000可能你觉得不值，但是现在它只要3500就可以买到全新的512啊，我觉得挺值的了。二手的话99新大概在2900到3000左右，考虑到它目前也可以回退了，这就是华为目前3000多最值买的手机。那下面我们再来说一下小米15S Pro。外观呢没什么好说的啦啊，跟15 Pro 基本一致，然后有2个配色啊，蓝色跟黑色。黑色的话它叫龙鳞纤维版，这个龙鳞纤维其实说实话我欣赏不来。这个黑色的后背呢，这个龙鳞纤维我们感觉就像是以前那个碳纤维那种贴纸一样啊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啊？然后模组来说呢，它采用的是真陶瓷的材质啊，不是龙筋陶瓷。然后相较于15 Pro 呢，这里多了一个玄界的一个标志，后背也是玻璃面板。边框整体的做工啊，就是边框跟后背的衔接做的也非常好，包括前面我们讲的就是按键松动的问题，在15S Pro 上来说啊，我这台表现的也还不错。手感的话，整体的重量216克，这个手感来讲的话，中规中矩吧，反正肯定比15 Ultra 要好。然后屏幕的话，6.73英寸啊，同样也是4等身的微曲屏。然后小米呢，它还是比较良心的啊，给了你2K 的分辨率，整体的精细度是很高的。但是小米它一直以来都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软件当中 UI 适配的太小了啊，很多软件当中点开之后会感觉字体或者图片特别小。另外还有一个很良心的点，就是小米它这次给了一个低反射的膜，在户外来说还是有一定效果的。但是我这个膜呢，之前这里有一个气泡，然后我预约去售后贴膜的时候发现它的没有货啊，就是可能销量少的话，它的配件也比较少，贴它的原装膜很困难。然后屏幕显示来说呢，它默认还是专业原色。小米调教一直都是默认的话，它会稍微有一些偏冷，但是色彩的准确性做的是很好的啊。然后显示素质很高，但是它的基材是什么呢？是华星 M9。那既然是华星，你就可以知道了啊，它侧看的偏色是不太行的，跟15 Ultra 一样啊，同样的是偏蓝。然后还有一个大问题是什么呢？激发亮度也不行，它的激发亮度也就只能做到个1100尼特。小米传统的很怂的调教水平，连 nova 14 Ultra 都比不过，护眼来说也比较一般啊，能跟15 Ultra 还是一个水平，就是低亮度之下 SVM 值其实是相对比较高的。当然我个人呢，其实眼睛不敏感啊，我用下来倒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，所以说大家眼睛敏感的，你去线下多看一看。周边配置来说跟15 Pro 几乎一致，该有的配置都有。X90 线性马达，然后 IP68 的防水，无线充电，超声波指纹 USB 3.2，然后它是有4颗麦克风的啊，上面1颗，下面2颗，然后后背还有1颗，录像的收音效果不错。跑了得失水得到，終不可永久。拋開爭鬥或喜就，不牽不掛是最自由。瀟瀟灑灑的走，不問以後。扬声器的规格是有提升的，但是顶部没有开孔啊，所以说上下音量还是会有些不平均。然后 WiFi 效果呢，基本上就是被 K80 至尊吊起来的。信号这次也是争议比较大的一个点啊，就是它这次还是采用了外挂的基带。那我日常用下来发现它有几个问题，第一个就是上传，就是很多时候我用微信给大家发大的一些文件的时候，或者我给电脑开热点的时候，它信号明明是满格啊，但是有的时候这个文件发着发着它就会卡住。然后外出旅游的时候也是一样的，信号是满格，但是它的网速就会突然卡住。然后我用这台手机去直播的时候，我家里面的5G 信号是非常好的，就是很多同学还是会反馈，它会间歇性的卡。那么我用这么长时间来说总结下来，它的信号、它的网速就是一个问题，就是偶发性比较强。信号和网速确实跟其他安卓差一档介于苹果和其他安卓之间。然后充电和续航，充电的话它是90瓦的有线加50瓦的无线，有线充电的话50分钟可以从1%充到前台100%这个速度呢可以说是很慢了。然后续航来讲呢，相对之前的小米确实进步还是挺大的。综合的亮屏时长呢基本上也是8个小时，纯 WiFi 使用的话9个多小时也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呢它的 5G 续航表现就要差很多尤其在户外的时候，它的 5G 去用的话差不多也就是6个多小时。
所以这台手机你也可以认为依旧是 WiFi 战神。然后除了在打游戏的高负载场景，它的续航水平跟 nova 14 Ultra 是差不多的。那日常使用的话，我们再来说说它发热的情况啊，热不热啊？热，但是不烫。就是我们正常去用，你去用哔哩哔哩，你去用抖音，时间长了之后它都会热啊，反正就是一直都是温温热热的感觉，38、9度。这里呢提醒大家注意一下，我是在昆明啊，昆明的话户外热也就是27、8度，室内的话是24、5度，所以说它这个温度表现，我觉得其实是不太好的，有时候甚至感觉比它还热一些。然后我们再来说打王者，王者的话，它是可以极致化至120帧同开的啊，去玩的话温度大概最热的是在42度左右。然后这个温度表现跟8 Elite 也是有明显差距的。42度的话，你握持的时候都会感觉明显的发热，手会有一些不适了。它基本上也是8跟3的水平。你刚刚不是说 nova 14 Ultra 也是8跟3的水平吗？ nova 14 Ultra 只能开高清120帧，要注意啊。小米的话，我是开了极致化至120帧，所以说它们俩是不能直接去比较的。但是它相较于其他8 Elite 手机来讲，确实热一些。然后我们再来说系统，那么这次小米它的玄机芯片和澎湃 OS软硬件结合的怎么样呢？啊，我觉得还不错，流畅度基本上是可以的，掉帧卡顿的问题也不算多。这台手机我出去旅游用了很久 ，bug 有没有呢？啊，肯定是有的，对吧？啊，你们随便举两个啊，侧滑返回，你看失灵了。然后软件内呢，它会出现半卡死的，就是有的功能能点，有的功能点不动。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老大难的浏览器跳帧问题啊，下面我就来看看它澎湃 OS 3能不能改。然后这台手机我用下来啊，出现最离谱的一个 bug 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换机的时候，你把它换进来没有问题啊，换出去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之前换到 vivo， 我把它换出去的时候，它就死活连不上 vivo 的互传。15 Ultra 是没有问题的啊，所以这个问题呢，我觉得还是出在这个玄界的适配上。那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它的影像系统，15S Pro 啊，这台手机的影像系统，我觉得我用下来综合能给到它的评价就只有平庸，不符合它5000多的起售价。那第一个色彩还原，刚刚我们已经说了啊，它是明显不如 nova 14 Ultra 的。然后很多时候也不如15 Ultra， 要么就是绿色饱和度特别高，要么就是画面的话它会整体发白发灰，尤其是长焦的时候啊，徕卡影调呢偶尔它也会出现抽风的情况。当然不抽风的时候呢，审美还可以啊，正常你注意光线，注意构图，也可以拍出不错的照片。然后从解析力来说，刚刚我们已经讲了，它也是不如 nova 14 Ultra 的，长焦它也是5倍，但是明显的是比不过15 Ultra 的2亿像素啊。整体的录像呢倒是还可以，它相较于15 Ultra 呢，德味没有那么重，对比度没有那么高，反而拍出来你会觉得它这个实际的成片还可以。然后刚刚我们讲了嘛，它有4个麦克风，所以说它的收音效果比较好，暗光之下的表现也要强于 nova 14 Ultra。但是啊，这个录像，尤其是这个长焦，就跟没优化一样，在夜晚的时候啊，明显的被 nova 14 Ultra 吊打。所以综合来讲，小米 15S Pro 这台手机呢，其实用起来还算是不错的。它最大的优势就是让你感觉用起来没有什么变化，换机之后跟15 Pro 没区别。当然，它最大的问题也是出现在这里，就是让用户感知不强，换机之后没有新鲜感，因为芯片在内部你是看不到的啊，但是外壳所有的这些日常使用的体验，你会感觉跟之前的小米没什么区别呀。所以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的销量啊。这里呢给大家一个建议啊，就是如果没买的同学，你也不用纠结了，不用买了，直接去买更便宜的15 Pro。我个人觉得下一代玄界的新机，小米还是要更重视一些，你好歹换个壳子是吧？尊重一下支持你自研芯片的同学啊。那么这两台手机的体验呢，差不多就说到这里了啊。虽然我们是以聊天的形式，但是这两台机器我还是断断续续用了非常久的，体验绝对真实。如果帮助到您的话，我还是求一个3连和关注，尤其是关注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我是鸡排朱老师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